尿酸高的人最常被提醒的几件事，就是那个海鲜少吃一点啊，啤酒少喝一点，然后内脏绝对不要碰。对。可是有些人明明就已经很注意了，健检报告一打开，哇，尿酸还是红字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尿酸高真的都只是吃出来的吗？其实不一定哦。而且在2026年的时候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人体研究，注意到另一个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因素。什么因素？就是不是海鲜，也不是啤酒，而是你的工作时间。哈？工作时间连上什么班都可能跟痛风有关吗？这里是茶学笔记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夜班、作息、尿酸还有普洱茶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。这篇2026年发表在国际期刊《公共卫生档案 Archives of Public Health》的一篇研究，他们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，也就是 UK Biobank 的资料。总共找了281500人，大约追踪了13年。那这期间呢，有4282人新发痛风。哇，28万人追13年，这规模真的很大耶。对啊，非常大。不过像这种有时上夜班的人，他们的饮食啊、抽烟、喝酒这些生活习惯，可能本来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嘛。会不会其实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啊？研究团队也有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把饮食、抽烟、喝酒还有肥胖、糖尿病等因素都做了校正，尽量排除这些差异的影响。所以有先排除掉就对了。对，结果还是看到，跟固定白天工作的人相比的话，有时上夜班的人，痛风风险高出了15.1%。哇！所以我们一直在问说吃了什么，却可能漏问了一件事，就是你都几点工作，几点睡？没错，这篇研究其实就是提醒我们，痛风不一定只跟餐桌上的东西有关，工作作息也可能是其中一环。可是痛风都已经是发作后的结果了嘛？那夜班跟高尿酸本身有没有关系？有的。研究也发现，有时上夜班的人出现高尿酸血症 hyperuricemia 的情况也比较多。大概多少？大概高出10.9%。所以说，不只是痛风，连高尿酸本身也和夜班有关。了解。那如果有些人天生就比较容易高尿酸，容易痛风呢？先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研究也进一步分析了遗传风险。他们根据跟尿酸有关的基因，把参与者分成不同的遗传风险组别。结果发现，高遗传风险的人本身痛风风险就已经是低遗传风险者的大约2.77倍。哇，光是遗传风险差距就已经很大了耶。那这种人如果又刚好要上夜班，风险会不会又更高啊？结果确实更高。这种高遗传风险又有时上夜班的人，跟低遗传风险而且固定白天工作的人相比的话，痛风风险直接来到3.18倍。这么高哎！不过夜班做越久，风险就越高吗？其实也不是。不是吗？对，研究中的固定夜班还有比较长的夜班年资，其实都没有看到痛风风险明显增加。所以这并不是说夜班越多，痛风风险就越高这么简单。而且说实在的，有些人的工作就是得轮班嘛，也不可能说不做就不做。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，工作时间到底怎么跟尿酸代谢扯上关系的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《食品与功能》（Food and Function） 的一篇研究。研究者想知道生理时钟长期被打乱之后，尿酸代谢会怎么变，然后普洱熟茶和肠道菌又可能扮演什么角色。研究用的是雄性小鼠，茶的话则是普洱熟茶，也就是熟普的水萃取物。那研究者怎么去模拟这种长期作息颠倒啊？他们建立了一个昼夜节律紊乱 （Circadian Rhythm Disruption），简称 CRD 的研究模型。怎么做？就是每隔5天就把亮灯和熄灯的时间整体提早6个小时，然后持续90天。哇，那等于每隔5天，身体就像又被迫重新调一次时差哎。对，所以这不是单纯晚睡1-2天而已，而是反复长期的去打乱生理时钟。那如果生理时钟真的这样被打乱，应该不会只有尿酸这个数字有变化吧？没错，研究不只看到血清尿酸上升，尿酸的前身，也就是黄嘌呤也跟着上升。
另外还有2个和尿酸生成有关的重要酵素，黄嘌呤氧化酶 XOD 和腺苷脱胺酶 ADA， 这2个的活性也都增加了。也就是说，不止最后的尿酸变多，连前面生成尿酸的过程也跟着加快了。可以这样理解，而且变化还不止这些哦。还有什么？研究同时也看到肾功能、肝功能，还有氧化压力相关的指标也出现异常。换句话说，生理时钟被反复打乱之后，牵动的真的不只是尿酸，而是一连串的代谢变化。可是讲到这里，我反而有个疑问：前面明明都在看尿酸、肝脏、肾脏，为什么研究者后来会突然把焦点转到肠道去？这是因为尿酸其实不只有肾脏这一条出口啊。这篇论文有引用先前的研究指出，大约有1/4的尿酸是会经由肠道排出的。所以说，肾脏是主要出口，但肠道其实还有另一条排尿酸的路喽。对的，而且在这个研究模型里，不止代谢改变，连肠道屏障本身都出现了问题。肠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呀？研究发现，当生理时钟被长期打乱之后，连肠道的防护屏障也受到了影响。怎么说？就是在肠道细胞之间，原本有一些负责把缝隙封好的蛋白，例如 ZO1 和闭锁蛋白 occludin。所以就像那个瓷砖接缝里的防水胶剥落了一样。可以这样想，研究看到这些蛋白下降，就代表肠道屏障变弱了。同时，血液里面细菌来源的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， 也就是 LPS， 还有几个发炎指标也都升高了。所以不止尿酸代谢出了问题，连肠道这道防线也变弱了。对，这时候研究者看到的就不只是单纯的尿酸升高，而是肠道屏障、发炎，还有尿酸代谢，通通一起出现了变化。哇，那接下来就要看手谱介入后会怎么样了。不过茶喝进去之后，还得先经过胃和肠道啊，里面的成分应该也会跟着改变吧？没错，所以研究者先用了一个体外消化模型，去模拟手谱经过胃和肠道消化的过程，看看茶里面的成分会发生什么变化。结果呢？结果非常反直觉，到了模拟肠道消化的阶段，研究测到的总多酚含量反而增加了。增加了？对，可是呢，多数的儿茶素开始降解，反而有几项体外抗氧化指标是下降的。等一下，总多酚测到更多，抗氧化能力反而变弱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啊？因为这里模拟的是消化过程，而不是人体的吸收。到了肠道消化阶段，有更多多酚被释放出来，所以你测到的总多酚变多了。但同一时间，多数的儿茶素其实也在降解转化，所以总多酚增加并不代表抗氧化能力也会跟着直接增加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儿茶素变少不代表它就是被人体吸收了。对的，这里看到的纯粹是消化过程中的成分变化，还没到吸收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多酚多不多，还是要看手谱真正介入之后，身体整体的指标到底是怎么变的。那结果真的有改善吗？有的。研究总共用了 0.25%、0.5% 和 0.75% 这3种手谱剂量，而且他们不是等问题出现后才开始哦，是提早开始吗？对，是先介入60天，之后再进入90天的昼夜节律紊乱阶段，所以整的实验长达150天。了解，所以这比较像是提前介入，不是说出了问题之后才去治疗。对，而且确实看到一连串的改善。手谱介入后，血清尿酸和黄嘌呤都下降了，刚才提到的黄嘌呤氧化酶和腺苷脱胺酶的活性也都下降了。那肠道呢？肠道屏障相关的 ZO1 和 occludin 回升，然后 LPS 和几个发炎指标也都下降了。所以不止尿酸，连发炎和肠道屏障也都往改善的方向走。那肠道菌呢？研究者分析肠道菌相后发现，手谱介入之后，一些肠道菌的比例也跟着改变了。像是哪些菌？像是双歧杆菌，也就是台湾常说的比芬德氏菌，还有阿克满菌 Akkermansia， 大家常听到的 AKK 菌，其实就属于阿克满菌这一类。哦，原来 AKK 菌就是它哦。而且在3个剂量里面，0.5% 的中剂量组在整体菌相的调整上表现是最好的。所以手谱也不是喝越多效果就越好咯。对，
这番研究其实并没有看到说剂量越高，效果就一路越强。那既然菌变了，它们产生的东西也会跟着变吗？会啊，研究还看到肠道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增加了，尤其是乙酸。乙酸有什么作用？这类的代谢物啊，跟肠道屏障还有发炎的调节都有关。也就是说，手谱改变的不只是菌相而已，连肠道菌产生的代谢物也一起变了。可是菌变了，尿酸也变了，科学家怎么知道肠道菌真的有参与啊？搞不好只是手谱本身直接在作用啊。没错，这就是整篇研究非常关键的一步了。研究者另外用广效抗生素把肠道菌大幅减少，然后再去看看手谱原本的效果会不会受影响。所以关键就是菌少了之后，手谱原本的效果会不会打折？结果真的打了折扣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用抗生素处理之后，手谱原本对尿酸、黄嘌呤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酵素指标的改善幅度，通通都变小了。哇！也就是说，手谱如果要发挥改善尿酸的效果，是需要肠道菌的参与的。这就有意思了耶！前面只是看到菌变了，尿酸也变了，现在把菌变少，连手谱原本的效果竟然都跟着打折。那刚刚说0.5%那一组表现最好嘛？如果换算成人体，大概相当于多少茶叶啊？作者其实也做了换算，如果是以60公斤的成人来看的话，大约相当于1天14克的普洱茶。1天14克，其实不少有在喝普洱的人都跑得到哎。对，这也是这个换算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啦，这14克是作者从动物实验换算出来的参考值。而且研究用的是手谱的水萃取物，这跟我们平常自己泡茶的方式其实也不完全一样。了解，所以14克可以当做一个参考，但不用把它当成绝对的固定标准。没错。听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会想说，那夜班族喝手谱是不是就很值得试试看？如果只是把无糖手谱当成日常的饮品，那当然可以啊。像是原本上夜班的时候可能会喝可乐啊、含糖奶茶或其他甜的饮料，如果你把它换成无糖手谱，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选择，减轻负担嘛。对。至于夜班族喝手谱能不能真的预防高尿酸或痛风，目前还要看人体研究。所以意思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今晚要上夜班，多喝2壶手谱就能补回来，而是如果本来就要喝饮料的话，手谱至少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对，毕竟有些人的工作就是得轮班嘛，这真的没办法说改就改。对啊，很无奈。但像是饮料啊、酒精、宵夜这些每天能自己选择的东西，反而比较有机会去做调整。当然，如果已经有高尿酸或痛风的问题了，那还是要乖乖照医生的安排去追踪和治疗了。真的，以前讲到痛风，我们常常都是先看你到底吃了什么，但现在呢，可能还要多问一句了，你都什么时候工作？没错，而这篇手谱的研究也让我们看到，当生理时钟长期被打乱的情况下，手谱介入之后，尿酸下降了，肠道屏障改善了，发炎指标也下降了，连肠道菌相都跟着出现了正向的改变。所以说，尿酸这件事可能真的不只跟吃什么有关，也跟你的作息和肠道健康息息相关。如果你身边也有那种明明海鲜吃的不多，渐渐尿酸却一直红字的朋友，赶快把今天这集分享给他。这里是茶学笔记，我们用科学把茶讲清楚。我们下次见喽。